完全錯了。我認為第一性原理是什麼呢？不就是追求事物本質嗎？這最早來自於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之前，亞里士多德是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前大概3代，有人第一次問世界的本質是什麼？世界本質是什麼？才開啟了整個哲學思辨的開端。有時候能問出一個偉大的問題，足夠載入史冊，它就是開啟了這個世界本質的思考的世界本源。我認為我才在思考世界本質。我剛剛回答你每個問題都在思考本質。那些說第一性原理的，全是掛着羊頭賣狗肉。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最近啊，一个中国新生代的企業家刷屏了。1年前啊，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個人，現在呢，他則是毀譽參半，一度失聯，更有政府內部發文要對投資了他的企業的地方基金呢進行排查。他呢打算收購借殼的這個上市公司佳美包裝，今天剛才我看又跌停了，就連續2個跌停，可以說是一種大廈將傾的感覺。這個人啊叫於浩，追密科技的創始人。可能很多人去年還不知道他是誰，但最近這幾個月他幾乎天天上熱搜。他在朋友圈說他要把追密的生態做到100萬億美金級別。這個折算一下，相當於23個英偉達、25個蘋果、280個阿里巴巴這麼疊在一起啊。所以很明顯，這已經不是他野心大不大的問題了，而是他把大眾當成了傻子。然後他在公司年會上許了2個願望，一個是祝追密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企業，祝自己早日成為世界首富。他還說自己做科研的能力不會比韋東奕差，只會比他好。你看完這些話，第一反應是什麼？昏頭了是吧？賈躍亭附體，超越賈躍亭，還是說這是一個真正就是有野心、有才華、有能力，就用自己一套自己的邏輯能下一盤很大的棋？本期節目我們就來好好聊聊這個於浩這個人啊，他是誰，從哪兒來，他的200個 BU 到底是怎麼回事？地方政府的錢是怎麼進去的，又面臨什麼樣的風險？我們也會拿他和孫正義啊、小米啊來比較一下，來分析他這套打法的高明之處和致命的弱點在哪裡。於浩1987年生，還挺年輕的哈，江蘇南通人。12歲的時候他自己就琢磨出來一個雙控開關。2005年呢，憑借物理奧賽成績一路保送到清華大學航空航天學院。沒經歷過高考，也沒有經歷過研究生考試，直接呢就保研到了研究生。在清華裡，他自己又設計了一個這個飛機的方案，被導師說違反了飛機製造的原理。他不管，堅持做完，最後還拿了一個什麼挑戰杯的1等獎。可以說能拿挑戰杯的1等獎，而且他這一路的求學路徑包括他創造發明的這個經歷，可以看出他確確實實是有硬實力在裡面哈。這和賈躍亭假會計的那個文科生那種功底完全不是一回事兒。清華本科還是很有含金量的。對這件事呢，他就包括他獲獎的經歷，他也自己反覆的提起嘛。核心意思就是一個權威是可以打問號的，就是說他前面那個設計飛機的方案被導師否定了嘛，但實際上後來大疆用的就是類似的方案，現在的無人機的主要方案就是他當年設計的這種方案。2007年的時候，還在讀書的這個於浩，他就已經成為中國最早的4旋翼無人機開發者之一。2009年，他獨立完成了軟硬件的設計，研發出全球首個3旋翼的無人機。同年呢，他還在清華校內創立了極客社團、天空工廠，拉了幾個跨院系的同學，在紫荊樓一個20平米的小房間裡，那個房間就堆滿了飛行器激光切割機還有零件，就一起研究未來30年、50年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天空工廠後來拿到了波音公司的贊助你想想，成了清華規模最大的學生科技社團。他那個時候選人的方式也很極致他不面試，就是你放學之後你就來做實驗，看你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行就留下。我覺得這挺好的，因為也沒啥可面嘛，反正高考都已經上清華了，說明腦子肯定是沒問題的，直接看就看誰學習能力強和解決能力強。對，動手能力。2015年，就在無人機的創業熱潮最盛的時候，這於浩他反而決定不做無人機了。他判斷這條賽道技術密集，但又太小眾，天花板有限。你看現在還真被他說中了。現在你看北京已經全是禁飛了，很多地方也都可以，就大陸開始禁飛嘛，是吧？然後他給自己的創業，他創立了2個原則第一呢，要服務千家萬戶；第二呢，要有真正的技術壁壘，而且這個技術要能在不同品類之間遷移複用。
這思維方式聽起来還是遠超同齡人的，其實還挺有道理的。沒錯，就你看片頭我那段视頻裡面，你看他那個接受採訪，他這個思路是非常清楚的。他後來就盯上了戴森，那戴森吸尘器大家知道哈，当时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也是不断刷屏啊。然後因为戴森这个性能非常之好，他研究之後就發現，戴森成功的核心其實不是品牌，就是那顆高速的那個數字馬達。他就決定啊，從這顆馬達來切入。2017年的時候，這個追觅科技就正式成立了，核心團隊來自於天空工廠的這些老班底啊。追觅早期呢，它是給小米供應鏈做配套，靠小米的渠道就打開了局面。這段歷史呢，網上都有哈。就追觅啊，它最早的一批掃地機器人其實是貼牌小米生態鏈來賣的。但余浩從一開始就想呢，它不是一家做產品的公司，它要做的是一個科技公司啊。這裡面有一個細節，很多人不知道哈，就是余浩的岳父啊，叫顧志平，是東成工具的老闆。東成工具呢，是中國電動工具行業真正的隱形冠軍啊！裝修工人手裡那些什麼角磨機啊，工地上那些冲擊鑽，相當大比例都是東成的品牌。做掃地機器人和這個做電鑽，好像啊，它是兩個世界、兩個範圍，但這背後你看有這種家庭資源，在追觅早期的起步階段，顯然它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一個因素。所以你看這個余浩的成功，它有一定的必然性，就是它早期就奠定了一定的商業的思維和科研的這種基礎，而且比較高的水平。然後背後呢，又有來自於岳父的家族的這種資源的支持，你看包括供應鏈，包括如何管理，包括製造能力等等啊。所以說他年紀輕輕啊，就已經成為了百億富豪。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個余浩這個人呢，有幾點讓人覺得非常不一般的地方，就跟普通人他確實不一樣。第一點，他極會營銷自己。1年前吧，圈子外基本沒什麼人知道他，但現在他基本上可以說跟雷軍已經齊名了哈，已經成為了新一代企業家裡面知名度最高的幾個人之一。而且呢，他是以一種充滿爭議的方式出圈的，比如說大話、上熱搜、微博送黃金、和網友對罵啊。有的人可能覺得這挺 low， 但結果是啥？人家追觅的產品銷量在漲啊，融資的故事在講啊，人家也真的實打實不斷的拿到錢。然後這個品牌在全球市場的知名度確實在擴大。你看，我們就買了一個追觅的掃地機器人，對，還可以哈。他自己後來在採訪裡說過，他喊那些大話是有自己目的的，不是瘋了，也不是瞎喊。這麼聰明的人怎麼可能瘋了呢？對，實打實是有助於人家的產品銷售，也有助於再融資。他沒有昏頭，有意為之啊。舉幾個例子啊，比如2026年的2月，他在微博上自曝啊，我是清華航空航天學院學生會主席，相當於北大的韋東奕，同時去當了學生會主席啊。接着就補了一句，我做科研的能力不會比韋東奕韋神差，只會比他好。這段話看起來比較狂，但你細想呢，他是在什麼語境下說的呢？他是在回應外界的質疑，意思是說呀，我有這個背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你們不用瞎操心。可以說能當院系的學生會主席啊，這情商不可能低，因為在學生中要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知名度，然後學院的這些領導要認可。所以啊，他用狂人這個標籤來給自己引流，有兩張面孔，按需切換。一方面就是一個狂人，科技狂人；另一方面又有科研能力。那這種人啊，他絕對不是那種頭腦發熱的類型哈，就是很聰明。第二點啊，他很早就具備了布局的那種格局。你看，這和他同齡人就不一樣。這和他清華的經歷也有直接關係。他做無人機啊，搞天空工廠啊，本質上他就是同樣的一套東西啊，就是用技術來打通不同產品品類的壁壘，而不是守着那麼一個單點一直悶頭做。那追觅發展到今天，掃地機器人已經是它的基本盤了。但掃地機器人這個行業，你看行業裡最大的公司的市值也不過幾百億啊，這顯然裝不下它的野心，所以它必須往外擴。第三點就是它那200個 BU 的資金邏輯。就是他最聰明也最爭議的地方就在這兒啊，我們下面會單獨講。追觅的這個 BU 模式，簡單說就是這麼回事啊，就是他把每一個新業務註冊成一個獨立的公司，每家公司獨立融資、獨立運營。追觅呢，作為品牌方和技術輸出方參與，但每家公司這個虧損啊，不穿透到追觅的總部，就不動它的基本盤。也就是說，哪一個 BU 沒做好，那是他 BU 自己的事兒，自負盈虧啊。截止到2026年的5月，由余浩及關聯代持人控制的關聯企業已經達到了971家呀！你想，這些公司裡面87.5%是2025年至2026年5個月之間註冊的。
那這資金從哪兒來呀？那主要就是地方政府的錢。追觅旗下這個天空工廠創投管理了超過24支基金，注冊的資本超過了250億元，其中政府 LP 共31個，这個 LP 就是有限合夥人，就出錢方啊。認繳的資本啊佔比超過了60%。早期啊，這個追觅和地方政府談的是5比5，雙方各出一半。但後來呢，有個別地方呢就以2比8就落地了。這個消息啊一傳回來，老闆就直接要求全線按照這個比例來喊。因為他發現他可以少出錢嘛，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出80%的錢，追觅呢出2%。然後從這個2025年的下半年開始，包括什麼浙江的嘉興、台州、麗水、寧波、四川成都、宜賓、達州、湖北武漢、潛江以及河南焦作、山東枣莊，基本都是按照這個比例來落地的。這套玩法那就很精巧了，人家設計的就是追觅啊不接受直投。地方政府錢它是先进入基金，然後再由追觅系的这個基金的管理人这個 GP 來決定投向哪個項目。也就是說，政府這個 LP 他拿了大多數的錢，但是他又沒有干涉權，你瞅瞅。所以人家追觅啊是同時扮演了3個角色：第一，裁判員，他決定 BU 的生存空間；第二，計分員，就管理資金賬目啊，決定投向哪個項目，也他說了算；第三，運動員，自己的 BU 在市場上進行競爭。這3個角色呢，在正常的市場裡面通常是要分開的，但在追觅人家這個構架裡啊，就3合1了，沒有外部的制衡啊，就都人家說了算，他還拿了錢少。當然了，追觅對此有自己的解釋。於浩說呀，說這200個 BU 不是一家公司做200個業務，而是200家獨立公司。他還說呀，這是防止把某一塊變成無底洞，把好業務給拖垮。每個 BU 呢就自負盈虧。你看，就像蘇寧不就是因為多元化把自己給最後拖垮了嗎？是吧？那他的這個左右手模型呢，就是左手掃地機器人這類成熟業務來賺錢，提供現金流、現金奶牛；右手呢用新業務來講更大的故事，吸引更多的資本。這個邏輯啊，從資本運作的角度是自洽的，而且是完全合法合規。只要這個 BU 裡面有10%和20%能跑出來，他就可以進一步獲得成功，然後再複製這套經驗，然後再繼續滾。所以他說什麼100萬億，那個當然是天方夜譚啊。但是他真這麼如果搞得非常成功的話，搞個1000億甚至萬億，還真不是沒可能。那說到這兒啊，我們就把於浩這個模式跟當年這個孫正義比一比。這個孫正義啊，他也是開始啊，他就搞了一個小發明，然後在美國的時候，然後賣給了美國的公司，然後拿到了100万美金，然後回国創業哈，然後也開始廣泛的孵化，然後到處投資啊，軟銀旗下幾百家被投公司。孫正義呢，在他這個投資路上確實有一定的挫折，比如投入那個 WeWorks， 他是沉沙折戟了哈，但是總體上來看，他是獲得了巨大成功啊。他多年來都是日本的首富，然後曾經有2天時間超過了馬斯克，成為全球首富。他投資的公司啊，你看包括 AI、芯片，還有出行啊，有房地產、科技。但孫正義和於浩呢，有一個核心區別，就是人家孫正義啊，他是 all in 了某一個方向的多元化。就他之前 all in 互聯網領域，然後比如阿里巴巴呀、雅虎日本啊、Grab， 現在呢是 all in 了 AI 啊，包括英偉達、ARM， 還有 OpenAI 等等。這些投資之間，它有一條主線，是可以互相借力，構成一個整體的生態的。那於浩的200個 BU 覆蓋了啥呢？包括機器人、智能家居、新能源、交通出行、人工智能，還有大眾消費。你看他做汽車呢，目標是對標布加迪威龍；做手機呢，要和華為、小米3分天下；做在線旅遊要打破攜程的壟斷；做電動摩托要做房車、做無人機，還有一個叫舒曼德的智能座具品牌。把適應算法和醫療級的傳感技術融入到那個椅子裡，那這些業務之間互相借力的可能性有，但是要低得多，比孫正義那套要低得多呀。比如你看他這個房車，還有說智能座具，那靠什麼互相支撐啊？有些行業呢本來也是夕陽賽道了，他硬要進去，那就是在紅海裡面進行拼，也沒有什麼技術壁壘，沒有渠道優勢，純靠燒錢買市場份額嗎？對比一下騰訊也看得很明顯。騰訊啊，看起來它也是多元化，這個遊戲、社交、電商、金融，什麼都有。但是這些業務它還是有一條共同的主線，就是騰訊可以通過微信啊，還有 QQ 這2個超級入口，把流量導給什麼遊戲啊、支付、小程序、視頻號等等，對，這就能互相借力。那這種多元化呢，它也是在同一個領域，都是在線的這種多元化。那再舉一個反面的例子，你看蘇寧投資什麼歐洲足球俱樂部。
跟他賣家電有啥關係？跟他做雲商有啥關係？对吧？八竿子打不着。对，所以苏宁现在的結果大家也看到了哈，恒大更不用說了，賈跃亭這個樂視也是這個問題，多元化但是缺乏主線，也沒有互相的借力。於浩的問題說明白了，就是啊，他確實看到了 AI 和機器人的方向，這肯定是他這個看對了。但是目前來看，他的這個能力邊界還不足以能夠打透那個領域的核心戰場，也就是說，他沒有直接下場去搞什麼 AI 這個大模型啊，或者直接下場去搞人形機器人。所以呢，他退而求其次，在外圍搞一些大量的細分的垂直領域的這些 BU， 這本身呢也算是可以理解的一種選擇哈。但是如果他能夠再學一學孫正義的精髓，就是把這200個 BU 啊收攏到這個 AI 機器人這麼一個大方向之下，在這個賽道裡做200個垂直細分的公司，比如有的做靈活手，有的做關節，有的做什麼絲槓，是吧？那各个 BU 之間能互相接力，那成功的概率應該會高很多。現在這個攤子鋪的又太散，集中度不夠，那它現在最大的結構性問題啊，就是這個。就在外界質疑聲四起的時候，於浩人家同時下了另一盤大棋。2025年的12月16日盤後啊，佳美包裝就發布了一個公告，說追覓科技創始人於浩通過旗下實控的這個卓越宏智，以協議轉讓的方式加要約收購的方式，合計斥資了22.82億元，拿下了佳美包裝54.9%的股份，成為上市公司新的實控人。這個消息一出啊，佳美包裝直接連板啊。那佳美包裝它是個什麼公司啊？就是國內最大的金屬易拉罐生產商，客戶呢包括養元飲品啊、王老吉啊、銀鷺啊、達利等等這些傳統的飲品大牌。2025年前的3季度啊，這家公司營收是20億，淨利潤只有3916萬，同比大跌47%。那你看這業務，那和追覓有什麼直接關係嗎？幾乎是沒有的。所以這市場第一反應就是借殼上市。追覓要把自己裝進佳美包裝，走 A 股來進行上市。那為什麼這個判斷呢？因為追覓上市的需求它是非常真實的。於浩啊自己在2025年9月的朋友圈就這麼寫，他說從2026年底開始，追覓生態旗下多個業務要在全球各交易所下餃子般批量 IPO， 但現在這個 A 股的 IPO 審核很嚴，排隊的周期也漫長。如果他要是正面的來走這個審核通道啊，時間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不確定性非常強。那借殼的話呢，12個月或者36個月2道承諾期一過，操作空間就非常明確了。當然，佳美包裝的公告也發了3個不存在，就是未來12個月內不改變主營業務，不進行資產出售合併，未來36個月內不存在借殼上市的計劃。但是市場不相信呢，這連板就說明了問題啊。市場的邏輯也很簡單。36個月內不借殼，不耽誤30個月內向裡面注入追覓的資產啊，這不矛盾。還有一個更有意思的角度呢，就是這22.82億從哪兒來的呀？公告說呢是自有資金或者自籌的資金，但也提到了部分擬向銀行申請併購貸款，正在洽談中。這意味着於浩現在的資金面啊，它也沒有那麼寬裕。而近期隨着於浩的負面新聞和輿論的爭議，那這個佳美包裝的股價連續大跌，也說明了市場認為這個於浩和佳美包裝之間存在的借殼的可能性。我們再來看看追覓的資金壓力來自哪裡？你看它一邊呢，造車包括新勢力的蔚來啊、小鵬、理想上市前，他們累計融資都超過了150億啊。小米汽車前期投入了100億。追覓如果要真的對標布加迪威龍的這個超豪華純電車，這個燒錢的速度是可以想象的。另一邊呢是200多個 BU 要同時運轉，雖然政府出了大頭，但他小頭也要出啊，那也都是需要資金的一個輸血。追覓呢最後一輪的公開披露的融資停在2023年，靠賣掃地機器人和這個吹風機產生這個現金流，可以說它撐不住這個規模的這種擴張。所以佳美包裝這步棋啊，既是上市通道的預埋，也是給整個資本市場發了一個信號，說追覓啊已經在 A 股有一個落腳點，所以為它以後的這個融資呢也會大開方便之門。而且它這個路徑啊其實是有先例的。同一年呢，人形機器人公司智源機器人啊，它幾乎是用一模一樣的手法，包括協議轉讓啊，還有主動邀約，那一舉就拿下了科創板企業尚美新材的控股權。這個手法是一致的。這個手法就說明啊，這科技公司啊通過收購殼公司提前布局 A 股啊，已經成了一套可以複製的劇本。於浩呢，他還受到另外2個人的影響非常明顯。
一個就是雷軍啊，你看他原來就是小米生態鏈中的一員嘛。追觅從掃地機器人到大家電到造車，幾乎就是沿着這個小米生態鏈的路線在走。區別就是追觅沒有手機這個流量入口，小米手機上億的用戶，可以說既為小米的生態鏈提供了大量的用戶，也為它的品牌的宣傳起到了天然的一個作用。另外一個影響它的可能就是這個石頭科技的昌靖。石头科技啊，坐穩掃地機之後，昌靖呢自己去造車了，做了即时汽車。期間呢，又通過2次的减持套现，大概8.88亿元。余浩呢也在做類似的事兒，只是他這個野心更大，版本更大，更激進。現在可以說，追觅正面臨着舆情的壓力。2026年的6月，長三角的某個市辖區就開始要求統計轄區內的企業與追觅的這個合作情況。追觅的高管第一時間出來回應說，所有的基金投資都是合規的啊。與此同時啊，余浩的微博賬號被禁言了，佳美包裝收盤跌停。其實啊，這個追觅本體它財務狀況並不差。余浩自己披露呢，公司可以說是連續6年年均100%的營收增長，保持盈利，產品呢也進入了全球120個國家，超過30個市場，佔有率是第一的。可以說在走向海外國際化這一塊哈，它是比中國大陸頭部的另外2家掃地機器人要做得好得多。2025年上半年它的營收已經超過了2024年的全年。橫向來比較一下，你看這個石头科技，2025年前3季度營收是121億。科沃斯呢，前3季度營收是129億，2家加起來現在才勉強和追觅是一個量級。可以說追觅啊，主業的現金流是非常穩定的，而且在增長，這是追觅的一個底座哈。可以說现在真正有風險的是那些跟着投了追觅 BU 的那些地方政府的資金啊。原因有這麼幾個，第一個啊，就是追觅旗下 BU 的這個起步估值啊，通常都在5億左右啊。但你一個就沒有什麼產品成型、沒有營收的一個早期項目，在市場化投資機構眼裡，往往其實它可能就只值個幾百萬的這個天使輪的這麼估值。但是，一些地方國資以5億元的估值就進去了啊！即便這個項目最終成功，它付出這個回報它也不成比例啊，對吧？前面我也說了，政府是拿了大頭的錢，然後估值又這麼高，然後但是它佔股的比例呢又比較低。第二點，這個地方政府它雖然是大頭的出資，但是控制權又在追觅系的這個基金管理人手裡，就 LP 它沒有干涉權。第三點，這個創業大家知道，本來它就是个高失敗率的事兒啊，你如果沒有追觅這個資源的扶持，那可以說失敗的概率，就市場裡面失敗概率可以說99%都失敗的。即便有追觅的這個生態鏈在裡面扶持，那這200多個 BU 裡面大概率啊，相當大比例也會掛掉。就這些行業，其實它有些行業叫它投的啊，本身已經沒什麼成長空間了，有些 BU 之間又不能互相借力，那失敗率呢就會比較高。這些地方政府的錢可以說啊，能回本的那就已經算好的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啊，隨着質疑追觅的聲音越來越大，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那總體上加起來的話，這200個 BU 可能有接近200億這麼大的一個資金撒出去之後，最終他們能拿回來什麼？從法律層面看，目前追觅的操作它都是合法合規的，就是說這是一套完全在規則框架內運作的資本遊戲。只是呢，這個地方政府啊，是否充分理解了他們自己扮演的角色啊？就是你們的這個資金投資是否市場化呀？以及你們在這場遊戲裡面承擔的風險到底有多大？想清楚了嗎？前面提到哈，就是我們家也買了一台追觅的掃地機器人嘛，用了1個月，確實呢，我發現了它有個設計缺陷，就最後呢，我實際上是自己做了一個零件給它補上了，因為我發現就是我把它即使把這個退回去換一個新的來，它應該還會出現同樣的問題。現在呢，我自己做了個零件補上之後，現在用的還不錯。哦，我都不知道。對，客觀說呢，這個追觅的產品啊，比我之前我們家用的那個 iRobot 要好很多，特別是那個雷達系統，我非常喜歡哈。然後可以在手機 app 上進行設置，什麼防火牆啊等等之類的東西啊。它在海外市場這個好評率和增長速度也是實打實的，挺好。但是啊，你看它這個產品啊，都出了好幾代。我買的也是比較新的型號，但是它真的有這個設計上的缺陷，沒有完全打磨掉。這說明啊，這個追觅現在的能力呢，在掃地機器人這個基本盤上，它肯定還是得繼續深耕。那余浩呢，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你看，物理奧賽保送清華，在校期间造出了3旋翼无人机，創立了天空工廠，後來做出高速數字馬達，打破戴森的技術壟斷，把追觅呢做到了全球掃地機器人的前3。這一套履歷，他可不是靠 PPT 堆出來的，是真的有想法、有執行力的這麼一個人哈。他在訪談裡的講話的思路呢，就片頭那個也是非常清晰的，非常有自己想法的，就不是那种假大空，听起来对。但他現在的問題呢，就是擴張太快，方向太散。然後他的多元化呢，目前可能缺少一條能夠互相借力的主線。他拿了大量地方政府的錢，也比較敏感。然後他又用極低的自有資金來撬動極大的槓桿。這套玩法確實高明，但是當這個政府意識到這其中蘊藏的風險的時候，要收緊政策的時候，輿論又發酵的時候，他的融資節奏啊，後續的估計就要被打亂了，整個系統的壓力很快就會出現。但是它明顯跟賈躍亭是有本質區別的，人家追觅是有真正盈利的主業的，還有扎實的海外市場，有技術壁壘，它不是純靠燒概念那種燒錢那種哈，而且它的主業還是在增長的，而且它未來进軍機器人，我覺得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覺得它未來還是有非常大的潛力和機會的。它目前已經完成了知名度的積累，这也是他想要的結果嘛。只是啊，他同时可能收穫了一些負面的評價，就有點像孫宇晨那種毀譽參半的這個路子。但本質上，他跟孫宇晨、孫哥那肯定是兩路人，因為他是可以做實業的，是能做製造業的。所以下一步，他如果把攤子收一收，把這200多個 BU 裡面那些和 AI 機器人啊、什麼主線沒有關係的那些業務都砍掉或者收縮一下，把資源集中在這個目前最大的賽道上，還能夠產生協同效應的這個方向上，他絕對是一個非常有前途的企業家。甚至我可以說啊，他應該追上雷軍的概率是不小的。中國就應該有這麼一個敢於說大話、敢放炮的一個新一代企業家。你看當年馬斯克當年吹的牛，又有什麼上火星造基地的，是吧？那你看現在回頭來看，基本上一步步都實現了。至於於浩將來能不能走到萬億級別，就要看他能不能在這一輪壓力下，首先先挺過去，然後再冷靜下來，重新聚焦。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